为我跟我搭档，我们是一直很希望剧场可以容纳不同类型的观众，然后大家会觉得剧场不是一个那么遥远的、那么高雅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当你想要看一些可能更本质的、跟你生活相关的东西的时候，或者是当你想要在这里做一些思考的时候，你会走进剧场。就是我们希望剧场是一个可以引发公众讨论、引发大家一起思考的地方。我叫何琪，我是一名剧场导演。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团队，叫做睡不好的工作室。我小的时候，其实从很小开始，我就已经在学朗诵、诗歌表演。在大学期间，我是加了剧社，但是同时学的是中文系专业。这个作品叫《夏日声响海鸥》，我们其实是依托于契科夫的原著《海鸥》来进行改编的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它改成了现代的生活，然后我们聚焦在5个女孩的关系之上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。就其实我们希望给女生做的作品是，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发生在女生身上，它可以，而且它也应该发生在女生身上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作品或者是文学作品，往往把这样的东西发生在就只给男生。就是好像男性可以经历非常复杂的冒险，可以经历非常复杂的友情、复杂的人生，但是女生好像只是他人生中一个比较片面的、简单的、苍白的配角。在前期排练，我会准备跟编剧一起，我们会看非常多的文本，然后我们会把剧本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一遍，然后在排练场里面，我们会先带演员做一些即兴。然后来完成。我宣毅，我们的编剧胡宣毅，然后还有那个时候我们的制作人，还有舞监，甚至有的时候演员也会加入，就是每天就在那边画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舞台上的衣柜上的做旧，所有的椅子的做旧，都是我们自己画的。做的太不行了。话剧是现场艺术，它是非常当下性的。观众和演员是同时在这里的，所以你必须考虑观众和演员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，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观演关系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看戏的年龄层越来越广了。其实早些年你会觉得有些戏只有年轻人看，有些戏只有可能老年人看，但其实现在我越来越多的在剧场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年龄层段的人。我们有微信公众号，有小红书，有微博，然后这些里面我们会看我们的关注者大概的年龄层，大家大部分都是20到30出头，就是我们的同龄人或者比我们年纪更小的人多一些。然后他们也会在后台问我们关于戏剧行业的事情。我觉得他现在朝着非常极端的2个方向在走，就是一方面是现在因为比如说上海，它的商业市场非常繁荣，所以它有了大量的商业戏，就其实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给年轻人，比如说演员，然后有一些设计可能还少一些，然后舞监类会多一些，但是其实主创相对来说还是集中在一些很核心的人的手里的。而且因为现在我跟我搭档，我们俩做了5年，虽然不算特别多，但是我们有了一些机会，所以我们已经在把我们的机会给更多的年轻人。我们会找年轻人，比如说我们有机会获得一个项目，那我们就要找更年轻的创作者来加入到我们这里面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大家一起好，它才可以整体的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，不能只是我们2个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攥在自己手里。